杨子未来可期，90后花该何去何从？杨子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至少也听说过《宅男》里的小雪吧。杨子饰演小雪，一开始是童星，演完《恶搞之家》后，她专心学业。201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入围第23届上海电视节最佳女配角奖和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女演员奖。2018年还凭借《香蜜沉沉烬如霜》一炮走红，在播出时段获得全国收视率。2019年凭借《亲爱的爱过的》获得第26届中国当代戏剧最佳女演员奖。这几年杨子的位置不错，拍什么就火，跟哪个演员拍哪个演员就火，让不少网友评论杨子是个好老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一个人的花期很短，尤其是女演员。20岁可以演偶像剧、古装戏，也可以30加继续演，但还能继续演多少年呢？如果不快速转型，早点为自己做好规划，那么你可能会面临与95花、00花争夺古代木偶剧世界的奇观。众所周知，流量会让你火一时，而不是让你火一辈子。总会有年轻漂亮的新演员，他们更接近角色年龄，更有气场。所以要靠演技，靠实力才能走长。个人认为，相对于其他流量小花演员，杨子很容易转型。童星出道，国民度和流量热度都很高，还多次拿过演员奖，有很好的受众优势。所以更有理由选择强者，并承担更多好的剧本，尝试各种类型的剧本和不同的角色，比如《烈火英雄》《无声见证》等电影。所以杨子，你就别再拍古装戏了。同类型的剧会让粉丝和观众剧腻，不会让你获得更多的经验。对于杨子未来的发展，我们无从知晓，只是娱乐圈里有很多演员都在苦于转型，而目前85花中也有一部分人还热衷于木偶剧。木偶戏的市场大而良莠不齐，门槛也不算太高，所以很多正在转型的偶像团体也会更喜欢出演木偶戏。你是选择昙花一现，还是选择长期坚持？所以这整个过渡的事情真的对所有演员开放，无论他们在什么年龄，无论他们扮演什么年龄和角色，演技绝不仅仅体现在年龄差距上。无论你是小花还是小肉，都受制于大潮，更何况00后演员也开始崭露头角。今天的顶流不是昨天的顶流，谁知道明天的顶流会是谁？02无语。肖战婚礼粉丝红包不到100万，不提真爱粉。近日，有网友表示，肖战结婚粉丝红包不到100万，别提真爱粉丝了。强烈不同意这位网友的说法，太搞笑了，说话做事不假思索。难道肖战结婚时粉丝的红包还不到100万，不配成为肖战的真面目？爱粉丝，在我看来，真爱不能用金钱衡量，用金钱衡量的爱情太庸俗了。实际情况是，您可以找到很多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资金的人，对肖战最好的帮助和爱。无论真正的粉丝拥有多少现金，您都可以随心所欲。万一你需要按照网友的说法，假设红包在100万以下，别说是真正的浪漫粉了，那么到那时，许多只是瞎圈粉丝的家庭都无法做肖战的真爱粉，100万红包都拿不到。肖战不是只追求现金利益的明星工匠，他进入媒体以了解他的幻想。任何一个爱肖战的人都会意识到，肖战是一个具有沉思、情感和正能量的有说服力的象征。在肖战看来，结婚和粉丝谈钱、搞砸心情是不合适的，也不是肖战的标准作风。我相信某些人不会用现金来煽风点火，迷惑普通民众，抹杀肖战和粉丝之间的过去感情。作为瞎圈为分的家人，如果不是太麻烦，一直提醒大家要小心，不要被一些无伤大雅的评论所影响。某些人干脆用几条无耻的评论来制造分裂，企图抹杀粉丝与肖战之间的巨大联系。我拿出来告诉你的理由是，奉劝你，不管别人在评论区说什么、想什么、想什么，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保持你的心态平静下来，让自己知道这是别人的纵容，不是正品。显然，有些人是微妙的、可疑的、玻璃心的，而且想得更多。
当他们看到评论区的各种评论时，他们开始思考更多，变得痛苦。万一你认真对待它，你会战斗、撕毁、辱骂，最终落入别人的噱头，给肖战制造麻烦。请大家多多关注自己，像往常一样推进肖战的诚信。这是每个真正崇拜肖战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情。这不是现金可以量化的东西。晚上8点整，9月3日，刘德华的抖音秀在网络上实时传播，超过3.5亿人在网络上观看。作为肖战的根深蒂固的偶像，刘德华也在网络上观看了整个互动过程。无数虾圈微凡家族都期待肖战有朝一日会成为像刘德华一样影响时代的乐于助人的象征。肖战和刘德华有一些共同的意图和目的，或者至少是艰巨的工作、理想主义和确定性，充满正能量。正如成语所说，物以类聚，个人相聚。你会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偶像，并以此为例证，从中受益，不断推动自己，并不知疲倦地为自己的幻想而努力。03陈翔支支吾吾，程毅万万没想到，他在杯子里干呕的鲜血只是个开始。按照测量沉香如鲠在喉中，程毅多次干呕血，满足了他的另一半去野王川送他到人间的心愿。他跳进了圆圆炉，又吐出一口老血。他观察到，他的另一半在那些日子里修复的神部分有一个问题。最出圈的一定是他被惩戒台拒之门外的火爆场面，堪称吐血演技顶。刚开始他还吐了一点血，但随着纪律的扩大，他的脸开始抽搐，痛苦的反胃。心心相印，围观的人群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程毅之所以能够选择将血吐出圈子，是因为他在吐血的问题上确实做了大量的功课。盲目反刍，越是华丽的程毅吐血，首领越是喜欢给他加血吐血的戏码，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程毅都觉得是吐血。程毅准备按一个特定的声音去，鉴于他的嘴唇极其苍白，被恶人说他喷出大量鲜血，脸色相当苍白。生意与吐血无异，拍摄的方方面面都要粗暴对待。同样，节目方也做了扎实的尝试，为他增加吐血。程毅已经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吐血艺人，对于吐血他更加肯定。我最好的展览就是吸血，怎么会有这么想接吻的人？程毅和杨紫的浴缸吻戏一出来，连导演都激动了起来，连忙挪开小板凳，坐在前排喝糖，拼命喊着要让他们两个画得更难。顺便问一下，你们当时所有的管理员都这样吗？拐角处的璀璨星辰导演还要求主角在床边快速亲吻。如果他现在变得对脸上的吻不再满意，他需要在嘴上亲吻。他真的太了解目标市场了。当显示器出来时，你没有把它放在炉边吗？拍完戏，杨紫开玩笑问：“你怎么比我接吻高？”不愧是学霸参演者，一生要健壮，接吻戏也要过分喝咖啡。但是考虑之后，我变得非常不满意。毕竟程毅一开始是绝对不知道怎么做的，他甚至让杨紫给他练了5次，每次都变成了真实的感觉。最终，他叫徒弟扼死掌握，毫不迟疑地将杨紫吻了上去。程毅看到杨紫吐了出来，顿时大吃一惊，下意识地觉得杨紫看不起自己。不得不提的是，程毅的小表情变得太逗了。其实最有效的原因是这一幕是在新疆拍摄的，杨紫变成了不习惯水土的一抹，亲吻变成了一片缺氧，让他有种触动的感觉，不舒服，需要呕吐。程毅做梦也想不到，几年之内自己可能会结婚40次。单在《沉香如屑》中就已经结婚5次了，剧中的婚姻场面一点都不暧昧，颜值也很惊艳。现在已经不是最有效的颜丹和应援的梦幻花海婚礼了里，不过还有唐周和白是惊艳的婚礼彩排，扎的婚礼装，甚至是惊艳的新娘妆。每一个婚礼场景都在剧组的帮助下完美捕捉，其中最搞笑的是程毅穿越的那一幕。看着这个新娘，我心里万分的怜惜，而且她总不如女孩子啊。其实为了服务剧情，演员出演专属类型的角色是千里迢迢的，因为从山河岭出来的龚俊，在绝世女中肯定演过女装最玲珑早于灶台。
不过，虽然龚俊的五官很精致，但现在的女装却已经不再惊艳了。阳光帅气的刘昊然在电影《唐人街探案》中也扮演了一个女孩的角色，但是刘昊然却变得太彪悍了。他扮演的护士现在已经不再是持真气，而是一把刀。还有李易峰非常出圈的活色香少女模样，扭结的辫子裹着红色的头巾，还有染上拔笔粉的口红，连李易峰都看不下去了。当然，也有极品案例，包括在《成化14年》中引起女装热议的关宏。她可能与伪装成女性的不同男人非常排斥。她有一双特别的眼睛，眼神温柔，笑起来很迷人，所以大多数目标市场都认可她的女装。事实上，也有很多男明星也演过女装。万一你喜欢的男大牌演过女装，我很惊讶。